在东南亚国家的眼中，中国是怎样的存在呢？最近，中国军舰巡视澳大利亚近海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有人开始炒作这样一个词汇，即中国焦虑。对此，新加坡前国家领导人李显龙曾经说过，中国有时候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东南亚国家眼中到底有多么强大，而这种强大不可避免的就滋生出中国焦虑症。那么问题来了，东南亚国家到底在焦虑中国什么呢？这种焦虑又到底从何而来？想要弄清楚这一切，我们还要从今天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讲起。2024年3月，彼时即将卸任的新加坡领导人李显龙在最后一次接见中国代表团的时候，说了一句十分坦率的话。他表示，实际上所有东盟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中国对东南亚保持开放发展至关重要。这句话中的两个保持，恰恰就是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最直接体现。202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值达到了6.99万亿元的阈值。而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中国连续第15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不管国际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始终存在着合作共赢的基调。可以说，今天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想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少不了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友善的关系。在东南亚，中国是建设者。从2021年的中老铁路开通到2024年中国援助的柬埔寨德崇福南运河开工建设，以及前段时间越南终于点头同意连通的中越铁路，这些合作案例都证明了中国基建正在改变东南亚。中国对东南亚经济建设的愿景绝非掠夺，而是脚踏实地的共同努力，最终与各国同享胜利的果实。当然，在建设的同时，中国也是引领者。如今，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渗透日益深入，从互联网如 TikTok 各类游戏产业的相继爆火，再到制造业如管道建材龙头中国联塑的成功。显然，这些来自于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已经重塑了东南亚当地的市场格局。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东南亚各国如今的产业升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因此可以说，只要沿着中国的经验继续发展下去，未来的东南亚就不愁没有光明的未来。今天，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不断减少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例如，从今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后，华盛顿方面便冻结了几乎所有的对外援助，事实上废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而该组织正是美国长期以来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来源。面对美国逐渐出现的力不从心，东南亚势必需要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依靠。而如今放眼全世界，哪里有比邻近的中国更好的对象呢？所以李显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才会坦言，中国就是新加坡的发展机遇，并且表示在许多国际事务上，没有中国的配合是绝对无法取得进展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对东南亚的发展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并且放眼未来，中国也是东南亚的最佳伙伴之一，可为什么东南亚国家还是会产生中国焦虑呢？对此，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坦给出了答案。从地理条件来看，定居大国边缘的小国随时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地缘焦虑在国际关系当中十分普遍。面对类似于中国焦虑这样的小国综合征，著名学者伊万·萨维奇曾经指出，小国的这种恐惧情绪并不绝对来自于大国的某种意图，而是产生于能力差距的本身。这就像人类天生会对猛兽感到害怕一样，这种情绪不一定来自于猛兽对人做出了某种攻击动作，而是人们清楚地知道猛兽具备杀人的能力。换而言之，尽管今天中国一直保持着温和良善的姿态，但有些国家还是会感到怕。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作为东南亚的宗主国存在，因此当中国重新崛起之后，不可避免的就会唤醒东南亚国家的这段记忆，进而使其产生或多或少的警惕心理。经济方面，中国是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是全球产业最完备的几个国家之一，拥有规模最大、门类最为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在500多个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更别提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本身经济发展就高度依赖中国庞大的市场，一旦双方交恶，势必会对其产生致命的打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当前中美博弈日益激烈，为了阻止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于此背景之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实际上是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而一旦形势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那么临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必然很难不被牵扯其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现如今的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最后则是文化领域，中国拥有5000多年的璀璨文化史，与之相对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东南亚曾长期属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
因此在东南亚的人文历史进化中，实际上是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许多东南亚的国家历史典籍都由汉字书写，很多文化习俗都来自于中国，与中国极其相似。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很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在实力相近的时候，这种亲近感还可以转化为兄弟情谊。然而一旦实力出现明显的差距，那么就会产生离心力。而以上的这些正是东南亚国家中国焦虑的来源。如果非要对其进行总结，那就只能怪中国现如今的魅力太大，以至于这些国家会感到担心。但中国并不是争强好胜的国家，我们也无异于对东南亚国家施加怎样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国家所谓的中国焦虑，实际上完全是对中国错误的解读。这种解读因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最终也势必因信任而消散。在以往的国际政治当中，强者关注地位，弱者关注强者，较弱的一方出于对利益的关切，会更加重视解读强国的意图。然而强国却往往容易忽略小国的需求，使得小国对强国的战略意图高度敏感。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些大国会选择漠视，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国对小国施加霸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小国本来就应该对大国心存畏惧。但中国是不同的，如今的中国奉行和平发展之路，目标一直都是合作共赢，而想要实现这一切，少不了的就是小国的配合。的确，相较于大国，小国的实力确实不如，但是如果很多个小国团结在一起呢？显然，这就是一股不弱于任何大国的力量。东南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不能忽略东南亚的助力，所以我们不会用过去大国对付小国的态度来处理今天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那么这条路该怎么走呢？实际上，对此我们的前辈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求同存异。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富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相同之处，也是一切合作必然的基础。我们并不否认，在各个领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或多或少肯定会存在矛盾，甚至争端。但是相较于使国家富强这个目标，一切都显得没有那么举足轻重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近些年来，无论国际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一直在对东南亚进行大力的投资，对于某些国家的蓄意挑衅和误解，一直采取着循序善诱的策略，尽量以大局为重。这并不是中国软弱，而是中国知道和则两赢，对抗则两败俱伤。当然，中国的耐心也不是无限的。今天的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就是最好的例子。常言道，勿谓言之不预也，就是这个道理。2009年8月，在中缅边境盘踞长达20多年的果敢同盟军被中央政府解除武装，自此宣告瓦解。不料5年后，领袖彭家声竟重组同盟军，并频频打出不分裂、不汉族主义旗号。此举不禁让人猜想，这支隶属于缅甸、生活在缅甸的部族究竟要干什么？频频打出与中国相关口号的背后，与我国又有何渊源？果敢，一个稍显拗口的词汇。追根溯源，这个词语取自善族语，果意为酒，敢意思是户口，连起来就是9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从史实来看，果敢一词的来历不无道理。公元1659年，南明皇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廷追杀，带领数千名汉族随从一路从中国境内窜逃至现如今的果敢一带。公元1662年6月，朱由榔落入吴三桂手中，并被其处死。朱由榔被杀后，大批汉族随从无家可归，他们为逃避清廷的迫害，只能以明朝移民的身份就此留在果敢生活。与此同时，果敢地区还汇集了一大批云贵川一带的汉人，他们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来到此地，是往返于中缅两地的商贾马帮。因为长期停留在缅北一带而就此定居下来。后来果敢被纳入清廷版图，满清统治者在果敢设立木帮宣慰司，这批汉人又重新被置于清政府麾下。汉人杨氏被选为果敢土司，奉命世代镇守此地。因为路途遥远，地域狭小，交通不便，清廷在收复果敢后并未投入太大精力，很多情况下都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果然名义上隶属大清，但实则却是清政府统而不治的化外之邦。尤其步入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华大地，自身难保的满清贵族愈发无暇顾及果敢这一弹丸之地，这也为后来果敢被侵略、被划入缅甸版图埋下了伏笔。1885年，英国殖民者全面占领缅甸，随后将目光朝向大清王朝。1897年，英国人武力胁迫清廷签署边界条约，首次将果敢强行并入缅甸领土。至此，隶属中国云南的果敢地区正式成为缅甸版图一部分。
流淌着中华血脉的果敢民众摇身一变成了英国殖民者治下之民。20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人从亚洲被赶走，果敢也顺理成章成了缅甸的一部分。1960年，中缅签署边界条约，考虑到缅方的实际需要，中国政府同意将果敢地区交给缅甸。然而，进入60年代后，缅甸迎来军阀混战时期，不甘屈居人下的果敢土司杨氏一族也开始蠢蠢欲动，脱离缅甸掌控。杨氏领导地方民族武装一度切断了缅甸政府的联系和统治，成为这片小天地的实际掌控者。1968年1月，缅共武装开辟了缅北根据地，杨氏武装选择与缅甸政府合作，一起对付缅共。但好景不长，杨氏武装被吃掉，果敢一带彻底落入缅共掌握之中。1989年3月，缅共东北军副司令彭家声宣布脱离缅共，发兵控制了果敢一带后，随即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以及果敢同盟军。3月底，果敢同盟军与缅甸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同盟军名义上归属中央统治，但拥有独立的政府、军队、税收和法律制度，不对中央承担任何义务。自此，果敢在同盟军的统治下开始了长达20年的自治。但随着缅甸国内政治动荡趋于缓和，果敢同盟军也迎来了末日。2008年，缅甸政府颁布宪法，规定境内所有武装力量必须统一归国防军指挥，并要求将非政府武装改编为边防军。2009年6月5号，果敢同盟军拒绝了中央的整编计划。同年8月，双方在果敢发生交火，短短半个月，果敢同盟军走向分裂。随着军队副司令投靠中央政府，果敢同盟军宣告溃败。2月29号，彭家声所率部队四散，本人不知所踪。年底，果敢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央政府控制的边防军，果敢同盟军政权迎来末日。但令人想不到的是，5年后，彭家声竟重出江湖，突然宣布重组部队，果敢同盟军死而复生。从2014年死灰复燃开始，果敢同盟军屡屡与缅甸政府军爆发冲突，双方摩擦不断。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果敢同盟军一再对外放出消息，宣称并非要分裂，更不奉行大汉族主义。此话一出，立刻让外界联想到了毗邻果敢的中国，也不禁让人揣测，果敢同盟军的复苏以及后续所作所为，难道与中国有关？从地理位置上看，果敢位于善邦高原北侧东侧，紧贴着中国云南。极近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长期交流往来，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民族连结，让果敢民众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游荡在大街上的民众嘴里大多操着云贵川腔调的普通话，他们穿着中国式的服装，用着中国制造的手机，就连电话号码开头区号都是统一的云南临沧地区0883。对于果敢人民而言，他们的归属从来都不是缅甸，而是中国。从中国迁移至此的汉人，随着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油然产生了一种渐趋强烈的民族依附、情感归属，并扩散到整个民族，形成整体民族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既然对中华民族情感趋同，果敢同盟军为何还屡屡打出非大汉主义旗号呢？其实，对外宣称自己不分裂、不大汉主义，也是果敢同盟军的无奈之举。因为心向中国，身在缅甸的尴尬处境，正将他们推向再次覆灭的危险边缘。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果敢人逐渐开始对其他民族产生潜在的排斥情绪或意识。果敢人在缅甸没有正式的国民身份待遇，他们持有的是政府颁发的特殊身份证。持有此类身份证者不算作缅甸国民，不许进入缅甸内地。按照国际法规定，果敢族既然属于缅甸民族之一，理应享有缅甸的国民身份，但果敢人却被视作异类，迟迟得不到正式的法律身份。事实上，果敢人在缅甸的政治身份一直处于缺失状态，于是乎，政治身份缺失的果敢人只能将身世来源当作法律身份的归属。与此同时，大缅族主义也在排斥着果敢人向缅甸社会的融入。在缅甸境内，相较于其他民族，缅族具有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高度的政治参与度。作为缅甸主体民族，他们对其他少数民族总是怀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尤其是针对果敢人。大缅族主义的来源一度可追溯到1948年独立初期，彼时的吴努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热衷于大缅族主义，笃信在缅族化下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统一。为此，吴努政府否认缅甸各族之间的差异化，认为各族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反对少数民族建立封闭的族群，努力推动着大缅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奈温政权时期，大缅族主义愈发泛滥，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奈温比吴努更加激进。他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缅甸政府军，
政府军从将军到士兵清一色由缅族人担任。奈温甚至贬低少数民族，将少数民族与反政府武装等同起来。在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理念引导下，果敢同盟军与政府军2009年终于爆发冲突。2008年5月，军政府强行命令所有少数民族武装接受改编，否则将受到军事打击。对于果敢地区，军政府要求果敢特区改为自治县，50岁以上军人退休，其余军人改称边防军，军事编制由3000人缩减至1160人。果敢同盟军不肯，双方遂爆发冲突，最终果敢战败。纵观果敢人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们不乐意融入缅甸社会是一方面，但更严重的是，大缅族主义主导下的缅甸对其具有强烈排斥、贬低心理。或许正是如此，彭家声才会毅然恢复同盟军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为果敢人民发声，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地位。但与此同时，果敢同盟军一定程度上又要与中国与汉族划清界限，于是便有了同盟军种种不分裂、不大汉主义的宣言。果敢族一直因历史、地缘、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交织催生出的特殊民族，他们身处缅甸，心向中国，受限于大缅族主义的排斥，再加上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趋同，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不知不觉中，果敢族成了游离在两国中间找不到归期之所的可怜人。重组果敢同盟军，同时又尽可能避嫌与中国关系，正是这支民族心酸又无奈的真实写照。